宁愿拿7.5万美元给搞 AI 的技术暴发户办比赛，也不愿意花钱请真正的艺术家给这款抄袭游戏加点真东西，太让人失望了，恶心！呸，恶心！这是最近猛兽派对 Steam 页面的一则评论，类似的评论还有不少。原因是5月13号 Recreate Games 宣布发起金爪奖，结果惨遭延上。Steam 评价从特别好评跌到多半差评，最终官方终止了这个比赛并致歉。虽说 Party Animals 的节奏一直挺多的，但是这次不同点在于，他们并没有涨价，也没有说错话，而是因为要求参赛者以 AI 为核心创意工具，而这引起了玩家群体的极大反感。当然，这只是当前玩家对 AI 态度的一个侧面而已。去年底33号远征队就因为使用了 AI 素材而被撤奖，还有 Ark Riders 因为用 AI 配音被骂到开发组承认人类配音更好，并着手进行替换。第五人格因为疑似 AI 生成海报而引发停课抗议等等，都让 AI 在游戏圈里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。但是 AI 其实在游戏圈的普及程度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。去年 Google Cloud 做了一个统计研究，结果是90%的游戏开发者已经把 AI 整合到了工作流里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讽刺且怪异的画面，一边是玩家群体的 AI 猎巫，另一边却是开发者们的大干快上。这就像村口还在贴服驱鞋，城里已经开始量产吸血鬼了。我想这种对立背后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，但是玩家的担忧其实很好理解， AI 会不会毁掉我们热爱的游戏呢？大家好呀，我是暖风，这里是我聊 AI 与游戏的第一期视频。咱们先来聊聊玩家为什么这么讨厌游戏里的 AI。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真能一眼认出 AI 图吗？我相信大家这几年已经看过不少这样一类视频，就是把 AI 生成的内容和人创作的内容混在一起，然后让参与者去分辨到底哪些是 AI 生成的。大部分情况下，人类的分辨力和掷硬币差不多。那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再经过人类画师进一步调整呢？我想基本上大家就不太可能分辨得出来了。而我最近3年里参与过的项目，差不多都使用更为严苛的一个流程。画师会快速的出一个草稿，然后 AI 会根据这个以及画师的描述出图，人类画师会在 AI 的基础上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，同时干掉那些不喜欢的部分，然后再通过 AI 进行多次调整，最后人类画师再把画进行一次最终的精修，成品完成。这样的流程下面， AI 确实深度参与了创作，但是作为玩家能看出来 AI 参与的痕迹吗？我想答案是否定的。那么玩家面对这样的作品会进行 AI 审查吗？通常也是不会的，因为根本看不出来。那我们回头看看视频开头说的那几个案例。第五人格的海报，玩家是先觉得画面有大片莫名的模糊，光影不对，才去放大找 AI 痕迹。COD 的6指僵尸圣诞老人更是教科书级别，玩家先看到一只手上长了6根指头，才回头来确认，哦 AI 生成的。 AI 在这些事件里扮演的角色不是元凶，更像是证据。他把一件玩家隐约感觉到的事情变成了铁证。原来你连检查都没做，原来你不觉得我值得被认真对待，原来你他妈是在敷衍我呀。所以玩家反对的是 AI 吗？不是，而是厂商暴露出来的对玩家的轻视，对玩家的不屑，对玩家的优越。6根手指的问题不是 AI 没画好，而是没人多看一眼就放出来了。这帮孙子居然觉得玩家就会这样欣然接受？如果 AI 产出的内容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，玩家会去查吗？不会。如果一段 AI 配音听起来有感情有层次，玩家会骂吗？也不会。玩家身上并没有装 AI 雷达，他们只是对敷衍这个态度异常敏感，而让玩家如此敏感的正是产业中的臭鱼烂虾们。2017年 EA 把付费开箱塞进《星战前线2》，一个60美元买断的游戏，玩家解锁一个英雄要40个小时，或者额外付费。社区经理在 Reddit 解释，这是为了给玩家自豪感和成就感。那条回复被踩了66万次， Reddit 历史最高。2020年，暴雪在嘉年华承诺《魔兽争霸3》重置版会有新的过场动画和全新的 UI，
发售后全部缩水，玩家评分跌到0.5，创下当时 Metacritic 最低评分记录，而我就是众多冤种之一。当年魔兽3刚出的那几年，为了打战网，我买的还是奥美代理的正版，这重制版不得狠狠地练上一波？然后打开才发现，我都不说这新建模好看不好看吧，过场动画好像没啥变化呀，新 UI 也不新啊。那一刻感觉很微妙，说不上是被骗了，更像是老朋友西装革履的来你家，然后当着你的面顺走了电视。原来连你也已经不能信了。2023年，《浩劫前夕》在 Steam 心愿排行榜上挂了2年后终于上线，4天后工作室倒闭，宣传片里的内容基本没有兑现。2024年，索尼砸了上亿美元做了8年的《星名特工》，上线2周官服退款。开发者在 Twitter 上骂玩家是没有天赋的怪胎，也不知道谁是怪胎。这里每一个案例都和 AI 没有关系，但都是从玩家的信任账户上提款。星战前线取走了公平交易，魔兽重置版取走了兑现承诺，浩劫前夕取走了产品诚信，而星名特工则取走了尊重。取到最后，玩家对产业还能剩什么期待呢？可能也就剩下最后一条，为了挣我的钱，至少你也认真的把游戏做好吧。结果厂商用 AI 狠狠地抽了玩家一耳光，还是个6折。那些旧账你至少还能给厂商找找理由。EA 贪了，暴雪变了，浩劫纯骗子，星名特工不提也罢。但是最近那些 AI 风波中，厂商传递出来的信息就像是在说，我们觉得 AI 生成的内容就足够应付这些家伙了，不需要认真对待。他们啥也没做，还想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，这和偷有什么区别？这和抢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时候玩家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冲死这帮龟孙儿。冷静下来想想，玩家真的是痛恨 AI 吗？我反而不这么觉得。如果 AI 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内容、梦幻的世界、新奇的体验，我不相信会有玩家拒绝它。现在真正激怒玩家的不是对 AI 技术的应用，而是厂商们毫无责任感的敷衍与色泽。最近消光的制作人泰蒙斯梅克塔拉说过一个观点，玩家给出的解决方案经常是错的，他们喊的最多的是做这个做那个，把这个改成那个，但很少对。但面对感受时，他们永远是对的。如果某件事让他们沮丧、失望、兴奋、害怕，或者觉得自己很特别，你必须认真听。这个观点非常适合解释玩家面对 AI 的情况。玩家们 AI 猎物的行为不一定总是对的，但他们的情绪却是实实在在的。玩家未必懂扩散模型、语音合成和工作流自动化，但玩家非常懂一件事儿：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？当背刺玩家消耗情怀的行为层出不穷的时候，当傲慢和自以为是充斥在游戏中时，玩家本能的就会开始反击。甚至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奈，因为不加大力度的话，这帮厂商根本不会听。而玩家只是想对各位开发者们说，请善待我，别糊弄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是暖风，咱们有缘再见。